拿到这铝圈当下，我就想，干，这真的会被泡死，这么夸张？为什么？为什么？其实上次比例大家都知道是蛮匀称的，对，那为什么？你回答我。上次拿奖见好就收，不香吗？回答我。Look in my eyes, tell me why, baby, why？ 哎，好像蛮有东西的，好大哦！来，我不知道有没有看错啊，来看一下，哎，24寸405，哎。这不是说超跑可以装上轮胎哇！吗？我跟你讲，超跑的轮胎，你看一下那个超跑，来，我带你来看，来，超跑才305而已，好不好？嗯，差不多。405大这么多，哎！哇！这装什么车？哦，我看看这铝圈长什么样，我跟你讲，这真的不简单，真的不简单，这么宽呢，我没有见过405的轮胎哦，听说2条要10几万，2条要10几万。当然这是什么圈？来看一下，我知道是谁了。我知道是谁了，这不是同个人吗？这太好认了，这一看就知道啊！不是说不改了吗？哎，不是不改车了吗？他又来了，真的吗？哎，我怕你表情不要这么夸张吧？哎，我表情不夸张，这东西比较夸张，好不好？哎，几阶啊？大哦，14阶哦。我说可以哦，可以，超大一颗。改车改成这样，不喜欢那回家了。这草衣。老板说这部片不要拍，我觉得这样拍很好啊。好，这一集我特别来到了云林，为什么呢？因为这台车我也不期望它再开来找我了。这次的车是什么车呢？我们看一下，宽体帝王号，噔，拍一下这台车贴完是不是如我们想象这样？车主这次的 SGT6，哦，这次只发10个奖杯，好，他也领到了1支了，我们又拿到2支奖杯，还不错，成绩还不错。这台车这次做出来的这个效果，有看过节目的朋友应该都已经知道，这台车确实已经上过我们的节目了，但这次又做了很重大的改变，一台 CRV 可以做到前22。后24这么夸张的尺寸，而且前面还12节，后面14节，这真的是疯了。正面的前脸的部分其实就是参照上次得奖规格，没有做太大的变化。林哥蜂巢的这个引擎盖啊、前保跟这个并做的这个高宽版的前下巴这个本来就是在之前就做过的设定，最大的不同就在侧面，看一下这个铝圈到底有多宽呢？这个。其实光看到前轮就够疯了，这个其实是车门了，这是车门，车门往前就全部都掏空了。这次做的这个前面的工程啊，我们老实讲也没有做过这么夸张的转向所需要用到掏掉这么多空间，这样拉出来看起来协调感比较好，才能够放下这么大的一个铝圈。看这个前面就已经这么夸张。好，那当然前面这样做，那这次的贴膜呢也改过，全车贴膜也重新做过，电光金属轻雾蓝，知道吗？哈。对，现在的贴膜没有8个字都不叫贴膜了，一定都要这样子一定都要把名字拉得非常长，让车子尽量看起来素雅一点。所以呢，素雅，这个车有机会素雅吗？不对，
让它稍微让它简化一点，单纯一点。上面维持它的蓝色，下面呢这些复杂线全部都用亮黑来做收尾，就让它颜色分明，不做拉线了，让它整体深色立体感，继续凸显它的层次就可以了，凸显这个爆龟的巨大。这次是故意用这个策略来做，事实上效果也不错。看一下这边有个蛮厉害的尺寸呢，这个真的是够疯狂了。来看4052324，没错。4052324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轮胎的宽度我们来看一下，这么巨大，后轮真的你看看有多夸张，来看一下，这么大，这个我现在手这样拉出去20公分绰绰有余，故意留个气口，要镂空的感觉比较。如果这全部补起来太巨大，所以故意做成镂空设计。下面呢还是有一个碳纤维造型的侧裙，拉宽这个侧裙跟前面的那个碳纤维侧裙做一个呼应，让它感觉质感比较好。应该是刷新我们有史以来做过最宽的车宽，这次总车宽来到260公分，260公分，你知道有多夸张吗？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包围上贴一个那个大概宽出来的距离大概将近有34左右，这个宽度真的太夸张，可以当椅子来坐了吧？来看看这个后门里面才是精彩的，这太刺激了。为了要降到24寸的尺寸，这边已经切到已经没有漏了，这轮子整个是出来的。真的，这个车台部分切掉是内部的强化，真的是铁工在里面做这个铁龟，内里的壳已经全部都削掉了，这里面全部用铁重新再烧过，这工真的非常复杂，连车门这边都切掉了。应该车门是这样，应该有这么多。本来就应该这么大，这边全部都切掉，加到这么宽，宽度加到这么宽，这实在是真的是蛮夸张。我在想这个车要塞到这个尺寸，把车切到这样，其实我们确实也没有做过，包括一般正常车主会做的尺寸吧。没有看错，这一套是碳盘 ，GTR R35的原装的碳盘这个碳盘的后面尺寸380，看看380应该很巨大，在这个铝圈24寸里面看起来，这样看起来还是蛮小的前后碳盘大概就要6本到7本之间的价值了，这个其实也非常贵的东西。4052324的轮胎其实一般是买不到的，因为有厂商要正好有特规的尺寸，这个是花了时间定了半年，对不对？快半年。这个轮胎真的是得来不易，也就是爆胎就死了。爆胎你就惨。我们等一下问一下车主他有什么看法。路上其实还有一套小套的可以装，这套应该是完全对应这次为了车展，纯粹为了车展展示用的宽体，这个不可能在路上开，因为这太夸张，这整个应该叫到骑摩托车的人了吧？属于纯粹打造出来观赏用的宽体，包含这支尾翼260公分，这支尾翼呢，其实上一届最大尾翼的比赛，全场最大尾翼比赛也是 SGT5 的时候，也因为这样拿了一支奖杯，因为它尺寸太大。疯狂一点的想法，就把车子全部拉宽了。24寸铝圈呢，如果要做到14阶，这难度非常之高，再加上405的胎皮也非常的贵，打造这两个轮子其实可能已经台币应该快3本了吧，成本是蛮高的。为了要凸显这个比较大的宽体我们这边就开了一个比较几何线条的这个洞来做一个收尾。第一个可以看到轮胎，第二个是拉宽之后可以增加视觉的效果。这台车目前从后方看这真的是很像一个玩具，我实在没办法想象这到底在想什么。它这个东西真的比赛非常有那个视觉效果，那张力真的非常强。就这个钛合金支架有在向外做支架再把这个力量再往外撑，因为260公分其实真的是不可能在路上可以开的。但是因为这个视觉效果要顾到，必须要把钛合金的结构做出来，一次拉满。后面并没有做太大的变化，后下还是一样用碳纤维方式去做，3件是碳纤维，包含拉杆。这支碳纤维拉杆呢，直接去跟这次的后龟做了一个断插的一个收尾的方式，要凸显这个轮子的大，轮胎非常的宽，视觉上面张力非常的大，故意让它这边变得比较镂空的设计。老实讲，我们也不知道这边要怎么收尾，因为这真的太巨大了。那前爆龟的部分呢，我们看一下前爆，差点撞到头。我们现在开门跟爆龟也是极限边缘的，看一下这里面也是极限，照着它开门的角度做到极限了。所以这么大的龟开关门呢，还是让它维持正常功能，都一样保留。师傅在这个地方做的细节修饰，其实也蛮仔细的。这一次的爆龟是走方形的龟看一下。这造型是方形，那前轮也是非常的大，前轮是22寸的前轮，太可思议3352522，这个寸数就已经非常吓人，我觉得不可能有人装得进去的。那前面也是做一个掏空的设计，这个龟非常之大，轮子非常的大。这次改装完全就是把极限视觉拉到我们做到最夸张的方式来做，我真的觉得做这个真的是蛮挑战的。好，我们来欢迎一下这个车主我们要听听看这车主到底在想什么。来，我们欢迎一下车主阿轩吧，对不对？严哥好。你好。这个其实我们已经合作3年了，对，这台车子已经在我们家做了3年了，从 SGT 456，其实真的3场你都拿到奖杯，对不对？连续3年，其实几率真的是蛮低的，很低，对，真的也还蛮给你面子的，这运气真的不错。我们老实讲，因为很多人第一眼看到这台车，就连我也一样，连我都一样。我在拿到这铝圈当下，我就想，干，这真的会被泡死，怎么这么夸张？东西比较夸张好不好？为什么？你明明知道。
其实上次比例大家都知道是蛮匀称的，上次比较刚好。你自己都说是最后一次了，差不多第一年我们就说最后一次，做到这么夸张的极限，为什么？有什么想法？我真的很好奇，你讲一下好不好？因为去年尾翼就已经260了，对那屁股有点太小了，所以现在把屁股跟尾翼做了一模一样。纯粹我有看到你那个发文啊，反正就是大概意思就是说，人生其实短暂是吗？人生还蛮短暂，然后想做什么事就去做，尽自己能力的时候，快点尽去做自己能力。我那时候有问你是认真的吗？对我都很认真。我那时候还跟你讲说，你先把轮胎跟你先生出来再说啦，这都不存在的东西，你生出来再说，还真的被你生出来。对，你说要多大有多大，生出来，你都有办法做。啊，对，没错，我真的不该讲这句话的，我激怒了他了。我说多大都可以，他真的弄了一个超大的给我，真的是好玩，是不是？而且老实讲，我们也都知道这不能上路。这纯粹这是这样画圆一个梦，让自己觉得说啊，我做到极限。当然有些人看到说啊，这太夸张了，这过头了干嘛？可是事实上，他以比赛为目标的，就是要夸张，要极限。这位仁兄也真的做到了，不得不承认哈，其实也蛮佩服你的这个精神跟坚持。哦，这个好，这次也如愿，这也拿到了奖杯了，对不对？对啊。啊，真的应该不会有下次了吧？跟大家讲一下，不敢讲了。好了，我们就谢谢大家观赏哦。这一次哦，已经全台极限的、顶天的、夸张到不行的 CRV 5代的宽体帝王号特辑，谢谢大家观赏，谢谢。改车及制作影片不易，非常耗时耗工，续集请耐心等候。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谢谢您的观看与支持。